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赵丽颖、黄晓明再聚首。央视2026年度剧制造成者首曝，泥泞之路筑梦新城太震撼。央视2026总台大剧片单纲一公布，造成者的名字就被观众圈了出来。海报里赵丽颖站在泥泞滩涂上，裤脚沾满泥浆却笑得格外明亮，身后是刚搭起的简易工棚，远处还飘着写着人民城市人民建的红色横幅，扑面而来的时代感瞬间抓住了眼球。这可是赵丽颖头一回演央视重点项目，剧方早就放出消息，这部剧改编自获过5个一工程奖的报告文学《中国农民城》，原型就是温州龙岗从滩涂变新城的真实故事。开机时曝光的路透里，她穿着80年代的蓝色工装外套，头发简单扎成马尾，手里捧着厚厚的规划图蹲在地上，跟饰演郑德成的黄晓明凑在一起讨论，两人指尖都指着图纸上的同一个位置，认真的连周围的机器轰鸣声都仿佛没听见。央视新闻转发官宣时特意标了2026国家重点项目，能拿到这个头衔可不简单。要知道总台的重点剧向来对质量要求苛刻，之前《繁花》《我的阿勒泰》都是凭硬实力出圈的。造成者光制作班底就藏着底气，导演孙浩是拍过《庆余年》的老熟人，这也是他和赵丽颖继《谁是凶手》后的二搭。编剧袁克平更厉害，大江大河就是他的手笔，这次写改革开放题材算是轻车熟路。剧中的造成场面拍得特别真实，杀青特辑里能看到剧组真的找了片滩涂实景拍摄。赵丽颖挽着裤腿踩在烂泥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施工队走，鞋子陷进泥里拔出来时溅了一裤腿泥，点也没在意。有场暴雨中丈量土地的戏，他淋着人工降雨跑了好几遍，雨水混着泥浆糊在脸上，喊台词时声音都带着沙哑。结束后工作人员递上毛巾，他擦了2把就又去看回放了。黄晓明为角色也下了不少功夫，他特意去龙岗当地采风，跟当年参与建成的老人聊了整整3天。开机仪式上他穿的那件卡其色夹克，还是按80年代干部服装样式定制的，口袋上的补丁都是道具组一针一线缝的。有场跟村民商量征地的戏，他特意学了点温州方言，说大家放心，房子一定盖得结实时，尾音带着淡淡的乡音，在场的群演都忍不住鼓掌。这部剧不光有热血的基建戏，还藏着不少轻松的生活细节。路透里有段赵丽颖和吴彦姝的对手戏，两人坐在工棚里包粽子，吴彦姝饰演的老人给她塞蜜枣，她笑着摆手说要减肥，下一秒却偷偷抓了一颗塞进嘴里。这小互动把李秋萍敢闯敢拼又接地气的样子演活了。耿乐饰演的工程师总爱跟黄晓明互怼，开会时抢着发言，转头却一起蹲在工地吃盒饭，这种职场日常让剧情更显真实。演员阵容里全是熟面孔，陈明昊、秦俊杰、于矮磊这些实力派都在列。有场村民大会的戏，张国强饰演的老工匠跟赵丽颖争论施工方案，两人语速越来越快，肢体动作也跟着激动起来。最后老工匠被说服，拍着桌子喊听你的，那股子直爽劲儿特别有感染力。宋宁峰演的商人带着资金来合作，西装革履站在满是泥浆的工地上，跟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光看造型就能猜到会有不少戏剧冲突。赵丽颖在杀青时对着镜头流泪说，希望李秋萍继续高歌奋进，看得出来她对这个角色感情很深。她为了贴近角色特意学了测绘知识，剧本上记满了密密麻麻的笔记，连水准仪使用方法都标了重点。黄晓明也没闲着，为了演出干部的沉稳，特意放慢了说话语速，还跟着老技术员学看工程图纸，现在拿起图纸就能指出关键数据。剧里还有不少让人会心一笑的细节，比如村民们凑钱买第一台拖拉机时，一群人围着机器摸来摸去，有人不小心碰响了喇叭，吓得大家往后跳的样子特别滑稽。赵丽颖带着村民去外地考察，
第一次见高楼大厦时眼睛瞪得溜圆，偷偷跟黄晓明说咱们的城以后也要这么气派，那股子憧憬劲儿藏都藏不住。这些细碎的片段，把那个野蛮生长的年代里人们敢闯敢试的精气神全拍了出来。赵丽颖和黄晓明这对曾经在荧幕上留下无数经典合作瞬间的黄金搭档，再度携手出演央视2026年度重点大剧《造城者》，无疑是一件让观众们沸腾的事情。从官方释出的首播预告与剧照来看，这部剧无论从题材、阵容还是视觉呈现，都展现出强烈的现实力量与艺术深度，宛如一场关于梦想与泥泞的热血宣言。造城者并非一部简单的年代剧或都市剧，而是一部讲述中国新城建设者如何在滩涂、泥德之间用双手筑起未来之城的史诗级现实题材作品。赵丽颖与黄晓明这次不仅仅是演员，更是故事中造梦的化身，他们的眼神、台词与情感都在传递一种坚韧、温度与信念的力量。当预告片中赵丽颖满脸泥土，却眼神坚定地说出那句"我们不是在造城，而是在造未来"的时候，无数网友直呼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这样的赵丽颖，早已不是当年那个甜美可人的小花，而是一个在角色中不断淬炼自我、愈发坚定的实力派演员。她身上的泥土、汗水、倔强与柔韧，恰恰成就了造城者的灵魂。而黄晓明此次饰演的角色，是一位工程指挥官型人物，外表坚毅，内心炙热，与赵丽颖饰演的城市规划师在价值观与理想上的碰撞，注定会擦出令人心潮澎湃的火花。两人既是搭档，也是理念的较量者，他们的每一次对视，每一段争执，都是对造城精神的再诠释。值得注意的是，造城者不同于以往的励志剧，它更具现实底色与社会深意。导演在采访中提到，这部剧取材于真实的新城建设故事，从一片滩涂到一座现代化都市，这背后是几代建设者的付出与牺牲。赵丽颖饰演的女主角原型，据说灵感来自一位曾在沿海地区主持重大工程项目的女性工程师。她独自一人扎根工地10几年，从图纸到地基，从方案争议到项目落成，面对无数质疑与压力，依旧选择坚守。这份从女性视角出发的力量，恰好契合了赵丽颖近年来不断强化的女性成长、坚毅蜕变形象。她不是靠背景，不是靠流量，而是靠一份不服输的信念，一步步走到今天。黄晓明在剧中的角色也极具现实意义。他饰演的男主角是一位老一辈建设者的代表，背负责任，懂得妥协，却又在时代变革中一次次重新点燃信念的火花。与赵丽颖的角色相比，她更像是传统与现实的连接点，理性与感性兼具，代表着那一代人用命干事业的执着与热血。两人角色间的关系既是搭档，也是彼此的镜像，一个是理想主义的坚守者，一个是现实主义的行动派。他们的冲突、理解与携手，构成了整部剧最打动人心的部分。网友们在看到剧照后纷纷留言，赵丽颖这次彻底演疯了，眼神里全是戏。黄晓明状态回春，两人对手戏有火花。这部剧一看就有央视大剧的质感。的确，从目前曝光的物料来看，造城者不仅具备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更重要的是那份真情感、真汗水、真理想。这种真，恰恰是如今观众最渴望在荧幕上看到的东西。在浮躁的娱乐环境中，能有这样一部讲述普通人如何用手中泥土筑梦的作品，本身就具有一种清醒的力量。而赵丽颖之所以能够在众多演员中脱颖而出，成为央视年度大剧的核心女主角，原因绝不仅仅是人气或外貌。她的职业态度、表演积淀与角色理解力，早已赢得业内认可。过去几年，从幸福到万家风吹半夏到如今的造城者，赵丽颖每一次的选择都在向演员二字靠拢。她敢于挑战现实题材，敢于放下滤镜与偶像光环，以素颜、泪痕、迷尘去诠释普通人的情感与力量。这种去偶像化的勇气，
恰恰让他在光鲜娱乐圈中显得尤为稀有。黄晓明也在经历了事业的波折与自我重塑后，带着更成熟、更内敛的气质归来。两人这种相互映衬、彼此成长的合作关系，无疑让观众看到了中国电视剧真正的实力回归。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造成者的热度并不止于演员阵容，而在于它所传递的精神价值。在快节奏、焦虑的现代社会中，人们往往忘记了建设这件事的本质。它不只是修房子、铺路，更是一种集体信念的延伸，一种面对困难仍不放弃的精神延续。赵丽颖饰演的女主角在剧中有一句台词：“城是人造的，但人心才是城市的根基。”这句话仿佛是对整部剧的注脚，也是一种对现实的温柔提醒。无论我们身处何种岗位，只要心中有光、有热，就能造出属于自己的城。这种精神也折射回赵丽颖本人的成长轨迹，从一个怀揣梦想的农村女孩，到如今屡获业内认可、敢于承担现实题材重任的实力派女演员，她自己就是造成者精神的缩影。她在泥泞中走出星光，在质疑中赢得尊重，从不张扬，却一步步扎实地建构了属于自己的艺术城池。因此，当她出现在造成者中的每一个镜头时，那份真实与共鸣几乎是自然而然流淌出来的。正因如此，观众才会觉得她太适合这样的角色。甚至有人评论道，赵丽颖不只是演造成者，她自己就是造梦者。双引号。从行业角度看，造成者也被视为央视在2026年布局现实主义题材的重磅尝试。这部剧不仅汇聚了赵丽颖、黄晓明、朱媛媛等实力派演员，还有顶级制作团队打造，无论在摄影、服化、场景还原上都追求极致真实。据悉，剧组在实地拍摄时长达8个月，辗转多个沿海城市与建设工地，为的就是捕捉那份最原始的人造成的力量感。这种匠心投入，也让观众对作品质量充满信心。结语部分，或许我们该回到最初的主题，为什么这样一部关于造成的电视剧能引发如此高的共鸣？因为它不仅讲建筑，更讲人生。人生的每一步，不也是在造成吗？我们用努力打下地基，用信念筑起高楼，用精力铺设道路。赵丽颖和黄晓明所诠释的，不只是角色的奋斗，更是每一个普通人在泥泞中前行的缩影。当我们看到他们在滩涂上奔跑，在风雨中坚持的样子，也会不自觉地对自己说一句：也许我也能。双引号。赵丽颖用行动告诉我们，不管风吹浪打，只要心中有光，就能逐梦成城。她的坚韧，她的沉稳，她在泥泞中闪耀的眼神，像一盏灯，照亮着所有还在努力造成的人。无论是追梦的青年，还是坚守岗位的普通人，都能从这份造的精神中汲取力量。或许这才是造成者最想传达的意义。城市是由无数平凡人造就的，而光也从这些平凡人心中升起。当赵丽颖与黄晓明在镜头前并肩而立，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两个演员的重逢，更是两种力量的汇聚，一种是理想的光，一种是行动的火。它们交织在一起，点燃了我们心中久违的热血。相信造成者的热度不会只停留在开播之初，他的精神会在观众心里久久不散。王一博一句情话惊呆网友，原来还藏着育儿哲学，太会哄小孩了。王一博用直白情话搅动网络，既引发情感教育低龄化争议，又为压抑的社会情感打开一扇窗。当全世界都没你好看，遇上孩子涨红的脸，我们追问浪漫该不该有年龄结界？真诚与分寸的边界在哪？要问当下娱乐圈哪位小伙儿能凭一句情话把网络搅得天翻地覆，王一博算一个。一场看似温柔的小采访，直接把一池春水搅和得起了泡儿。什么全世界都没你好看，什么你在我愿意舍弃万物，葡萄美酒夜光杯，咱这情话一出口，比二锅头还冲。网上还没消停，
连采访现场的小孩都已经腮帮子通红，不知是被腻歪到了还是纯粹脸皮薄。王一博你可真行，平时看着一板一眼，原来腹黑藏情话，搁咱东北老街上，这叫冰棍外头冒热气，冷面儿里藏着火。可这些腻味劲到底只是粉丝福利，还是整得太甜腻，让人内心默默飘起一串问号？想知道这场小采访到底捅了什么马蜂窝？来，听我慢慢摆龙门阵。咱这年头讲情话早不是啥稀罕事儿，各路偶像嘴上糖衣炮弹乱飞，谁还没被隔着屏幕味道齁得慌？但王一博这一波真有点不走寻常路，直接你是我世界的中心，不给人留后路。孤独时最想叫你，疲惫时想躲你怀里，哪个成年人还不能共情一把？明星会说深情也正常，但一旦当着孩子讲这套，现场的小崽子都开始端水杯，别过脸，连大人都生出点太直接了八兄弟的怯场。有人拍桌猛夸王一博太会宠人，也有人刀枪出鞘，真有必要这么腻吗？舆论两拨人撸袖子按了辈分，仿佛一场南橘北枳的世纪大谈判，开场就依然焦着。可别急，甜言蜜语这回事有没有副作用？藏没藏毛病？咱的慢慢唠唠。甭管吐槽还是点赞，王一博的情话为什么能掀起不小动静？一来，娱乐圈情感营销玩得溜，大众对情话滤镜早习以为常。但王一博说出来就是不太一样。好家伙，他这路数走的不是虚头巴脑的套路，而是货真价实，直接拿人的。让人绕地球转一圈才发现最美还是你，这画面美的跟奶茶里加冰激凌似的，入口即化。偏偏人家自己还不矫情，表情跟说天气差不多淡定。正因如此，大伙才觉得他不像是念台词，更像是发自内心，甚至有点钢铁直男意外开窍的意思。民间一向是最会捕风捉影的领地，网友们的段子立马飞起来嗨。小王这波发糖，3顿饭都不怕齁着，这把不装文艺青年是来真格的了。但人家孩子可没工夫拍手叫好，见惯风浪的大人都能当笑话听，小崽子们却坐立不安，大眼瞪小眼，脸憋得发红，那画面别提多有意思。情感教育低龄化这词一下子窜进弹幕榜。原来大人的浪漫有时候真不是小朋友能随手接住的。先别光盯着浪漫，抬头看看天，这情话滚雪球滚到孩子头顶，难免叫人犯嘀咕，是不适合搁在全龄段面前。毕竟孩子们的害羞绝不是装可爱，而是一次感情认知暴露实验。心理学家出来背书了，孩子们面对陌生且强烈的情感表达，本能的脸红心跳，尴尬值直线飙升，这可是成长路上正常一环。可你品，社交认知发育归发育，要是每天都是偶像式浪漫轰炸，那孩子会不会提前被爱情教育给绕糊涂？小编小时候光记得背9乘法表了，这会儿的小朋友却要研究爱情几何，这不是倒腾小孩的智商吗？再说了，情话讲得过于露骨，难免引出反方大队。浪漫归浪漫，当着孩子3言2语给爱情照 X 光，这是爱的教育还是闹心的教学？还有网友调皮，咱们当年看猪八戒背媳妇都知道回避，这孩子能不长红脸吗？这种争议着实不新鲜，情感表达在社会中一直是个高危动作，大人都分辨不清真心假意，何况萌娃？一不小心成了把双刃剑，万一哪天小朋友又演绎一句我愿意把我的作业全交给你，家长可就要笑中带泪了。正当大伙子以为舆论会因情话齁人沉马路牙子冷静片刻的时候，没想到这一池春水下边还藏着第一条鱼，情感教育的风向标已经悄悄变道了。王一博不声不响用一套赤诚直白的表达力，把爱情理想直接种在小朋友的心田，这其实是开风气之先。娱乐圈花里胡哨惯了，观众见多了假模假样的糖分，这波却像新疆的哈密瓜，大块切开，靠的是天然的甜。你别说，
近些年青春剧里那点小暧昧打情骂俏早就不新鲜，大家更怕表面清新，暗藏油腻。王一博把全世界都没你好看这样直冲脑门的告白，搁往前几年还有人嫌肉麻，可如今这种真诚反倒成了稀缺品。不装腔也不卖惨，把极致的爱意当作热乎饭菜端上桌，这才是打破尴尬直面情感的勇敢。有网友一博情话击中了我800个回忆，其实这才是理应有的社会示范，表达感情不该藏着掖着，真心话比套路更动人。东北大妞有句口头禅，有啥说啥，猛头横干。或许王一博这波就是给憋了半天没好意思说我喜欢你的人脱了壳。抛开小孩的害羞不说，这样的面对面坦白，为压抑太久的情感世界打开了一扇窗。不是所有情话都非要藏头露尾，有时候一句你在我身边世界都可抛，恰恰帮无数人治好了社交尴尬症。你说说，咱要是遇见真喜欢的人，是不是也该勇敢点儿？不过你可别以为这就风平浪静，皆大欢喜了。情话轰炸过后，社会上悄然窜起了一堆新仇旧怨，前面是偶像梗、真爱情，后面却跟着一大串现实疑问，咱普通人日常要不要这么高规格情感输出？会不会越听越焦虑？你家那口子要是照王一博这么表白，一天160遍，能不被邻居背后戳脊梁骨说这小子8成看偶像剧魔怔了？可别笑，情感在当代社会被拆解、被消费、被标签化早就是趋势。娱乐圈甜言蜜语的 KPI 越高，普通青年实操压力也像气球吹大，光说山无陵天的河的誓言，忘了谁来买酱油，谁陪着遛狗。说句老实话，往幸福里加点土豆烧牛肉似的实在，比这些山盟海誓更能熬过岁月。更要命的，有些人在情感表达里走火入魔，出口成诗，行动却原地踏步。感情不是说出来，是得用行动堆出来。情话说到尽头，却回不来约会时的一杯热豆浆，那你说这仗打得有啥意思？至于孩子，家长们的薪酬比情话还多一句，怎么给孩子做正面引导，防止他们提前早恋进阶，还是顺着童言无忌？感情问题大难题，答案说不定还得靠一场代际大讨论才能理出点头脑。小孩的红脸蛋背后是成长的惶惑，大人的焦虑，还有社会为情感定调时的迷茫。说了半天，王一博这波情话确实算是高水平输出，既不扭捏，也不敷衍，活脱脱把自己喜欢的人当作全世界里的唯一。换作一般明星，怕不是光喊口号，结果说出来跟自动售货机似的没温度。可你细琢磨吧，咱普通人面临的生活未必都能上演偶像剧。情感表达太美好容易让人飘，现实里柴米油盐更讲究落地。偶像的撒糖有偶像的职责，日常幸福还得自己亲手熬。那些为王一博士浪漫怦然心动的人，不妨问问自己，咱能不能也有啥说啥，别把喜欢藏在心里发霉。而觉得腻人的那波，别急着给浪漫贴负面标签，生活有时候就该鸡毛蒜皮里加点糖。孩子们红脸蛋儿之后，终归要学会直面感情，既不怕流露真情，也不迷失在虚幻梦境里。爱情也好，成长也罢，真诚总是最大的底牌。最近，一段王一博在节目中与小朋友互动的视频在网络上迅速走红。镜头前的他，不是那个骑着摩托驰骋赛道的酷飒少年，也不是舞台上光芒四射的顶级偶像，而是一个温柔、细心，甚至有些哄娃达人气质的大男孩。许多网友惊呼：王一博太会哄小孩了，这句话也太暖了吧，简直是隐藏的育儿高手。一句简单的情话，竟被网友们解读出了育儿哲学，让人对他的温柔一面充满了新的认识。在视频中，王一博面对一个有些害羞的小朋友，笑着蹲下身，与孩子平视。他轻声地说了一句：没关系，你慢慢来，我等你。这句简单的话语，却让无数人心头一暖。
有人评论，这不是在安慰孩子，而是在教会孩子什么叫尊重与安全感。确实，真正的育儿智慧不在于说出多少大道理，而是在于能否以温柔的方式让孩子感受到被理解、被尊重的力量。王一博的温柔育儿风并非偶然，他在许多场合都展现过对孩子天然的亲近感与细腻的情绪观察力。在综艺节目中，当小朋友紧张忘词时，他没有急着催促，而是默默递上一瓶水，轻声说：“喝口水，不用怕。”当孩子完成任务后，他总是第一个鼓掌、微笑，给予最真诚的鼓励。这种行为并不需要剧本，它来自于他骨子里的体贴与真诚。而这种育儿哲学，其实正折射出他的人生态度。王一博从不急于追求结果，而是尊重过程，注重陪伴与成长。他曾在采访中提到，不管做什么，都要有耐心，不能因为别人着急你就跟着慌。这句话不仅适用于工作和生活，也正是育儿中最重要的一课。教育从来不是命令，而是引导；成长不是催促，而是陪伴。更有趣的是，许多家长在看完视频后纷纷留言：“我要把这句话学起来，对我家孩子说。”王一博的沟通方式比许多育儿专家都自然，他不只是会说情话，也会用情感去理解孩子。这说明王一博的这份温柔力量已经超越了偶像的范畴，成为一种可以影响他人的正向能量。其实，仔细回顾王一博一路走来的成长历程，我们会发现，他之所以懂得慢慢来的温柔哲学，是因为他自己就是一步一个脚印成长起来的。从最初在舞台上的小透明，到如今成为国内外皆有影响力的艺人，他没有依靠炒作，也没有走捷径，而是通过不断努力、不断沉淀，让自己在繁华的娱乐圈中站稳脚跟。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深知成长需要时间，才会懂得如何对待正在成长的孩子。而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王一博的态度恰恰像一股清流。他没有被娱乐圈的浮躁吞噬，反而用自己的方式告诉大家，温柔、耐心、理解才是最强大的力量。他不需要用太多言语去塑造人设，反而在一次次真实的互动中，让人看到一个真诚、温暖的灵魂。从酷飒少年到温柔哥哥，王一博的转变不仅仅是形象上的变化，更是一种内在的成长。他的情话育儿哲学其实是一种情感智慧，他懂得用眼神传递安全感，用微笑化解尴尬，用尊重赢得信任。这些细节看似不起眼，却恰恰是许多人在成长中最容易忽视的。当我们看到一个孩子因为他的鼓励而重新露出笑容时，我们不只是被他的温柔打动，更被他传递出的价值观所感染。那是一种柔软的力量，一种懂得在世界的喧嚣中保持善意与耐心的力量。或许正是因为王一博身上这种以静制动的温柔气场，才让他在年轻一代偶像中格外突出。有人说，他不像在演，而是在生活。这句话再贴切不过，他不急于表达，却用行动诠释了最真实的人性之美。如今，娱乐圈的竞争日益激烈，但王一博却始终坚持做自己。他不随波逐流，不刻意迎合，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去诠释温柔的力量。这种不喧嚣的温度，反而更能打动人心。就像那句简单的“我等你”，看似随口一说，却包含着理解、包容与尊重。这正是他作为公众人物最珍贵的品质。结尾时，我们不得不感叹，或许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榜样应有的样子。他不需要高调宣扬正能量，而是在细节中自然而然地传递善意。他用一句话温暖一个孩子，也温暖了成千上万屏幕前的观众。他让人们重新认识到，温柔从不是软弱，而是一种力量，一种可以影响世界的温度。所以，当网友们说王一博太会哄小孩了时，也许这不仅仅是夸赞，更是一种共鸣。因为他所展现的温柔，不只是对孩子，更是对生活、对他人、对世界的一种善意回应。愿每一个看到这一幕的观众
都能从中学会一点王一博士的温柔，在面对他人时多一份理解，在面对生活时多一份耐心，在面对成长时多一份包容。就像王一博说的那样，没关系，你慢慢来，我等你。这句话不仅适用于孩子，也适用于每一个正在努力、正在成长的我们。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能够有人提醒我们慢一点、温柔一点，本身就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温暖。而王一博正用他自己的方式，让这份温暖被更多人看见、感受到、学习到。未来的路还长，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样懂得温柔、懂得尊重、懂得成长的王一博，注定会继续发光。而他的育儿哲学也将成为一种生活智慧，陪伴更多人一起慢慢地、温柔地走向更好的自己。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